前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推出的年度全球环境绩效指数的排行榜呢，新鲜出炉了。那究竟哪个国家最干净，哪个国家最不干净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桌上有个圈叉牌，首先我要提个问题：觉得你们自己国家不干净的举叉，觉得自己国家干净的举圈，好不好？来，3、2、1，请举牌。都干净。其实今天来的外国嘉宾，你们的国家都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也有自己的秩序，让我们一一来揭晓。首先看第一名是瑞士，拉脱维亚居然是第2名哦，真没有想到。卢森堡、挪威、哥斯达黎加，我们现在一起来猜一猜，第6名是哪个国家？张芳，新加坡吧。阿丁老师，对，法兰西。贝贝，韩国。第6名，我们一起来看是哪个国家？3、2、1，法国，106名。106名，对，已经算靠前的了是吧？对，是哪个国家？也在上面、啊，也在上面吗？应该是美国吧。106名，我觉得不太可能，不至于，不至于。我觉得，你觉得韩国？韩国就是韩国其实也，哎，俄罗斯倒有可能的，对，俄罗斯。韩国，贝贝，美国是美国的，不可能新加坡。哎，你们觉得英国干净吗？英国老下雨，不止在雨。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前呢是雾都，现在英国，好不好？好，英国也有一票，106位是哪个国家？3、2、1，俄罗斯。第9名来猜一下，张芳。也是他们当中的。他们当中的。不敢说了，我看一下，看一下。第6名就已经是新加坡。好，来，阿丁老师，我觉得猜英国吧。英国，哎，英国有那么干净吗？不干净，不干净。这个整个的城市的文明程度下，比如说地下水工程、下水道，英国是全世界有名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指数啊、样本啊，它是个综合指数。哎，我觉得英国是2位新加坡，1位英国。第9名，我们来看，3、2、1，英国。你有看过答案你？看过答案的。怎么回事？就是他看过答案。这本是他做的吧？冤枉！我不说话。张芳和贝贝到现在为止没有答对过。要不然36名。又来了，先从阿丁说。阿丁，你先说，36名。36名。被威胁了是吗？赶紧公布一下，快点！36名。爱尔兰。美国、韩国还没有，新加坡也还没有。爱尔兰呗。爱尔兰。我又猜对了。新加坡。猜了第3回了，拜托。你不要丢人好不好？新加坡。跟阿丁老师吧。这是我们猜的最后一题了，好不好？最后一题了，看看36名。新加坡如果再不是你先退场。他实力太低了，我肯定是投10名的，这是作弊的。没有。好，36名是哪个国家？3、2、1。我可以退场吗？天哪！看43名，韩国。49名会不会是新加坡？美国。新加坡。作弊。我们几个人觉得你有技术，扔垃圾的时候还有技术，这个是我亲弟弟教我的。就是因为我在韩国就罚款很厉害嘛，所以我弟弟是那个看我不丢东西的话，他很烦，所以他帮我那个扔一下，我给他就看，第一个看前面，感觉看前面，可是其实在看旁边有没有人，360度，360度，你后面也看到了，有，然后走路非常自然的，很有自信的感觉，我不会丢东西的，然后后面的时候。你好，听上这样，你真的说。哎，我觉得韩国排到这个位置已经算高了，我就听完这句话。那英国呢？罗莹莹。英国好干净哦。英国对，英国排的第9位，有那么干净吗？挺干净的，就是
有一些地方，比较少数地方有一点点垃圾。但是英国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个家庭都有2个大的垃圾桶在外面，是分开那个可回收的还有不可回收的，然后你必须分得很清楚。另外就是英国你会感觉就是垃圾桶特别多，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扔到垃圾桶里面。特别是小时候记得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些不扔垃圾到垃圾桶的孩子都会被欺负的，我们都会叫他们 litter bird， 垃圾虫，垃圾虫，你是个垃圾虫。不要指着我好吗？所以在英国，从娃娃抓起，从小就教育你们不能到处扔垃圾。对，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扔的，比如说水果呀，一些自然的东西，我们可以扔到那个树下面啊，或者有一些草坪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样也是，就是给那个草长好一点。施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瓶子什么的是不可以的。你们分得很细耶。其实英国也是每周就收一次。你们英国也是每周只收一次吗？对，这1周会收那个不可收的，然后下一周轮来，就每2周轮来。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就是可能他们吃的比较丰富，东西就炒的很多菜，然后后来还有很多就扔掉。对，在英国我们都是就做一点点菜，然后放到一个盘子嘛，然后你必须而且你们韩国喜欢吃蒜啊、洋葱啊这种东西，没吃完的菜3面都可以回收，哪些不可以回收呢？我们今天首先出一些题目给大家考一考，好不好？来，有请。好，我们欢迎小天使。好，各位一起看一看。首先，报纸可回收吗？可回收啊，当然了，这个。请举牌，可回收举圈，不可回收举叉，请举牌。哎，这边有人调载用不可回收，回收纸报纸，纸当然是可回收。谁玩就不，报纸不可以回收，你觉得？不，可回收，来用过的纸巾可以回收吗？老师，完全来，请举牌。完全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还是大部分人说可以回收。问一下陈伟大，你觉得为什么不可以回收？我也觉得太脏了吧，这个怎么回收啊？张芳，正确答案是我知道。当然。不可回收。公司灯泡，各位请举牌，可回收吗？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当然反正在英国我们不能放在那个回收的，也不能扔在垃圾桶，要分开这个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灯泡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对，只有垫子还有灯泡啊，所以应该陆定腾可以。我觉得是可回收，恭喜两位，耶！下一题，荧光灯管可回收吗？请举牌。也是灯管，不可。斯坦莎不可以回收吗？我是这样分析的啊。你还要分析？分析一下，你们出了2个灯泡，一个可以，一个肯定不可以。不可以，我同意。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它这个可以回收，但是不可以再利用。因为回收之后，它不回收放在大气上面，它里边有很多荧光粉，是有害物质啊，所以它可以回收，但是要无害化处理之后，但是不能这么扔在那里，一破的话会环境有污染。那我的问题是可回收利用吗？不可以，不可以。哎，贝贝。就是听了阿丁老师这么有逻辑和张芳老师这么有智慧的分析，居然殊途同归，都认为是不可以，所以我也认为不可以。好，正确答案，荧光灯管不可以回收，耶！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哪些东西是有毒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回收的。那接下来，其实请了那么多外国的来宾，我很想了解一下，有一些国家他们的对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是很奇怪的，所以英国也是这样，好多都是罚款的。比如说抽烟啊，烟头也不能丢，我忘记了多少钱，但是我记得，比如说漂在用这样去扔那个瓶子，一个瓶子300英镑，大概3000人民币，然后吐痰要500人民币。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我在路上就扔了一个瓶子，嗦了一口痰，谁来抓你呢？如果你被看到了，或者别人就报警，有很多这种，比如说玛丽安也说了，就朴在勇可能是这种，就晚上可能到一个森林啊去扔一大堆垃圾，这种就要罚款很多，2.5万人民币。你们2个小心，你们要坐牢。
你们要改变你们两个来自韩国的。是，前一段时间啊，地沟油让所有人人心惶惶，就怀疑我到饭店去吃的会不会就是地沟油呢？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地沟油已经被成功转化成了飞机燃油，而且飞得非常的平稳而且安全。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啊，我发现现在中国对于这个环境保护啊越来越重视，而且正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好吧？希望这个好的趋势、好的发展情况继续延续下去。好，谢谢各位参与，谢谢。